我来天启城一直想来鬼市瞧瞧，都是传闻中藏妖纳鬼之地，不知好我们暗河并如何？没想到今日竟实现了这个愿望。这不是巧了吗？我一直以来最想做的就是陪你逛逛鬼市。那早不来晚不来，如今靠人才带劲。那毕竟对这天启城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得找点关系才行。你说是不是啊，玄武使？雨墨，我和你一起。哎，不是这么分组的。看来你跟我一样，也不是很受待见。谁跟你这只乌龟一样了？诸位，许久不见呐！尝尝点心。哎，给我一份，我这也要。好，谢谢，多谢。是这个样吗？不错，这东西不是，这可不是之前没有。前段时间，李正启通过了金殿出仕，可不久后便得了病。我有朋友在他们府上当差，说是现在已经疯了。你们这药真能吃吗？当然能吃了，每2餐后服1粒。连服10粒，15日之后，你们的身躯便会如脱胎换骨般的崭新。莫说是那金殿演武，来年参加武举，若想夺魁，也并非难事啊。真有这么神？那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那是他急于求成，他担心自己初选不过。比试前夜便将我给予他的3粒药丸并数吞下。不过今日啊，我还是会给你们1人5粒，希望诸位莫行那愚蠢之事啊！自己不敢这部分。真行，好是，这次10拿9稳了，是很不错。有的真的是不干无考，是啊，这是不行，放心了。司空长风怎么把你给叫来了？既然来了，不如比上一回。观他人观书不语，才为君子。他说有一残局难解，叫我来一同看看。确实是一局佳艺啊！过来书中寻解。啰嗦。怎么了？我还以为来到你们雪月城苍山之上，便不会有凡事扰心呢。看来人只要活着，无论逃到哪里，都躲不过被打扰的命运。我娘离开天启，去助我阿爹了。琅琊王如今身体抱恙，身边恐无人相护。那你是要去一趟天启喽？我虽不喜欢那座城，可如今看来不得不去一趟了。我阿娘只在信中说，若有剑仙相助，则心下无忧。你是不是？哎，且慢，误言。你娘这在文学上算是夸张相捧的笔法，归根结底，这封信还是写给你的。不如我们打个赌吧。若我赢了，你便去天启，我将上任落水城主藏书借你1月。若我输了，便还是我去，女承母业。
赌什么？剑气摘叶如何？苍山多杜鹃，不如我们就比一比，一炷香的时间，你我能摘下多少杜鹃花叶？数多者为胜。真是狼狈啊，小木雨。穆家的假术士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要躲躲藏藏了。你是谁？你是？是我，许久不见呀，穆清扬。你去过望城山，见过你崇拜的那位剑仙了吗？你是藏书楼的楼主，苏云秀。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只是离开了暗河，他们追踪不到我的下落，便只好说我死了。可我是苏云秀啊。我可是苏沐雨和苏昌河的老师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去死呢？为何你的容貌一点变化也没有啊？是啊，为何我的容貌没有任何变化呢？苏沐雨，你来了，神医那边。神医无碍，我来接你回去。太好了。小沐雨，你见到老师没有死，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，为何没有展露一丝的喜悦之情呢？他们说老师你死了，后来我和长河去查过，但我没有90%把握是你逃走了。还有1成呢？还有1成是你换了身份，重新藏回了暗河之中。不愧是我的弟子。不过小沐雨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不冷静。所求为何？我们的好友，药王谷神医白鹤怀，因为掌控了对方的秘密而被对方重伤，并且必须要其性命。苏沐雨为了救他，也受了重伤。如今，白神医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疗伤，所以苏沐雨便假装白神医已死，想要复仇，这才能够调虎归山。假装愤怒之极，可我明明看你是真的愤怒之极。老师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并非假装。不够，还不够。是我的愤怒还不够吗？不，是你给的理由还不够。你喜欢他？是，我喜欢他。太好了。为何是太好了？因为终于有人让苏沐雨学会说喜欢，这很好啊。苏沐雨，我很高兴看到你现在的样子。虽然你现在很狼狈，但今天的你是我见过你最俊秀的模样。你知道冰山融化之后会变成什么吗？老师，莫要大局了。是汪洋大海啊，傻子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我只是路过天启城一趟，不想恰逢这般精彩之事。我知道，你定能从里面闯出来。
你还有你的底牌。不过毕竟，你跟小昌河想要带来一个新的暗河，那么任何一步都不可走错。苏木雨，我们走。不过是世人以讹传讹罢了。这位师傅什么时候坐上去的？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，好高明的身法。这位师傅，刚刚山上可是您在主持法事？是啊，受人所托，来超度一位老朋友。可是忘忧大师，你们可是大觉那小子找来的？是。整天说别人是魔，喊打喊杀的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人家也是有正经名字的宗门，虽然天外天这名字也不怎么样，荤腥味儿太重。可天外天终归是我中原武林大敌。12年前的事情，你知道多少？中原武林的大敌，你师父是这么说的吧？师尊很少提及12年前的事情，偶尔说过几次，也是夸叶鼎之天赋之强，是他生平仅见。言语之中，倒是有一些。我阿爹也是这样说的，他好像对魔教教主叶鼎之十分的推崇。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呢，魔教不是我们的敌人吗？哎，要是百里东军和司空长风跟那帮家伙一样一般的气量，这雪月城也不会有今天的气象。不知当年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哎，这些都是上一辈人的江湖恩怨。你们这些娃娃，追问这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有啥用？可是，哎，这是我们这帮亲历者的选择。后悔也好，不干也罢，这都是我们的江湖。而你们这辈少年人，也应该有自己的江湖。哎，早早被这些陈年旧事束缚着，哪还有少年人的样子？少年人就应该平心而动，是不是啊，前辈？平心而动，这是师尊给我的传书。可是到现在了，我都不知道究竟如何才是自己心中所想。唉，糊涂的娃娃呀！你之所以跟大觉到这里来，是因为所谓江湖正邪不两立的江湖大义。可对，那你们在山脚下又犹豫了，为何？那便是你心中所想。心中所想。是我师父贝壳离世，是不是那么虚伪之人，现在无言自辩，无所居身，无法继续活下去。不是，
若不是为了袒护你这邪魔，忘忧怎么会有如此下场？今日我便收了你这魔种！无常，你也要袒护这邪魔吗？师弟他不是魔，给我滚开！师父说我天生魔心，这辈子注定没有佛缘。便让我入罗刹堂修习秘术，参悟万物心法。尔等口口声声想要诛魔，可何为魔？岂由你来定夺？心法奥妙，岂是尔等邪魔可问？心法奥妙，这话放眼天下，我师父说得，你却说不得。牙尖嘴利，拿命来！师姐，师弟，老连，你们雪月城为了魔教的余孽也要出手吗？大觉师父不要误会，这是我个人行为，并不代表雪月城的立场。我觉得吴昕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还望大觉前辈能够慈悲为怀，放过他吧。大觉师父，吴昕师弟他真的不是魔。你们这些人正邪不分，我大觉为了铲除魔教的余孽，何罪之有？大觉师父，这魔教东征之时，吴昕才5岁啊，当年的那些仇恨跟他又有什么关系？小心点，大觉状态不对。你们这些魔教的余孽，全都该死！叶挺之，还我师尊的命来！九龙伏魔阵，给我起！叶挺之，你给我死！当年我父亲率领天外天入侵中原，塑造杀孽甚重，父债子偿，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吴昕，别做傻事。我依然是身为天外天少宗主，却习得中原罗刹堂秘术，此事也必须得有个交代。大觉掌门，你引我走火入魔，今日我便与你一同了却这段因果吧。大觉的功力在消散。这是什么邪术，竟能化掉敌人的功力？看清楚了，吴昕的功力消散得更快。吴昕，别瞪我了，我也不知道这武功叫什么名字。封皮被毁去了，我便自己起了个名字，叫做悲天悯人。
大觉师傅，大觉师傅，大觉掌门，你这几十年的功力已被我尽数回去，但你放心，你们罗刹堂的32秘术，我也绝不会带走半分。不信！哎，干嘛非要化去自己的一身功力？明明还有更好的办法。不化去这一身功力，只怕他们拼了老命也不会让我走。你想说什么？悲天悯人，名字取得不错。一直都不错，好不好？大觉掌门，这架也打了，吴昕的功夫也没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把这路给让开了呀？谢吴昕师侄救命之恩。你们聊。说到底，你也是忘忧老和尚的故人，我又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只是可惜了大师这一身修为，还望大师恕罪。可笑！我大觉修炼伏魔神通这么多年，却扶不住自己的心魔。这世上本没有魔，当服的本就是自己的心魔而已。无禅，你要回寒水寺了吗？大觉师父，这12年的教诲，无禅记下了。12年前，我曾和忘忧打了个赌。打赌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现在看来，这个赌局从来就没成立过。这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了。看来是老和尚赢了。无心师弟说过，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。看来九龙门的人败了。无双城也来趟这趟浑水，雪月城趟的，又是多情的水啊！你要拦我们的路，我们只要他。一念成魔，若是我们不给又如何？杀了我们，伤而不杀，还是能做到的。就凭你卢玉宅，还有那个叫无双的小子，当然不是，就凭我无双一人。你这小家伙，口气也太大了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既然没什么问题，那我就开始打了。早点打完，我还急着回无双城呢。你坐。御剑术。
轻霜。绕子柔。玉如意。以这小子的年纪，就能操控无双剑匣放出4把飞剑，真是万中无一的天才。你怎么了？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风萧，哼！我才刚休息了这么一会儿，你就变得如此冷淡，看来还是需要我来扭转乾坤。原来好戏在这儿呢！出来！小子，这无心不是被废去了一身神通吗？他这感情都是骗那个老家伙的。他这次用的功夫不一样。天眼通、神足通、天耳通，这不是罗刹堂的，这是真真正正的六通之术。难道这就是师父说的一念乾坤？废去了一身秘术，反而习得了六通之术。恭喜师弟。这样也好，只要有点意思，才能打下去。你要如何有意思？有什么感觉吗？啊？什么？是不是感到特别挫败？是有一些吧。本来这趟出门，想凭自己的本事闯出一些名头来，可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，一个都打不过。
可还记得第一次对阵明侯越姬的时候，你说过什么话吗？我说，好大一把刀啊！好大一把刀。不是这句。啊！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是我雷无节的幸运。你看清楚了，这一代的第一年将会从他们二人中产生。御剑之术，大开眼界；六通之术，自有奥妙。糟了，他受的伤太重了，到极限了。没想到啊，挡住了风雪剑沈清舟，挡住了九龙门的本相阵，却最终还是要死了吗？不接！剑挡拿肉挡，还真是个傻子。起来吧。的确是傻，不过这份情谊值得敬佩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节。江南霹雳堂我知道，可雷无节好像没什么名气啊。以后你便会知道了。好。我的剑不伤无名之辈，今日放你一马。你可要记住了，日后一定要名扬万里才行。哼，那是自然。无双，为何不继续了？已然尽兴，便不想打了。大家一起上，把那小子给我带回去。